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24岁赵今麦素颜吊带男法被拍，小麦肤色引争议，被搂肩不介意。这一代网友们真的是被上天选中的双重标准裁判员。前些天他在一场艺术展览中穿上了miu miu的衣服，显得非常高贵典雅，仿佛是从画作中走出的一位贵族小姐一样。有人说她是拿着东西的人，也有人认为她的样子很虚假，并且是被资本打造出来的一个芭比娃娃。为什么别人一下班就去南法穿一件10来块的淡蓝色吊带衫，晒成了小麦色，然后就完全释放自己了呢？于是大家就开始批评他放飞过度，偶像失格，并且还把一个并不属于娱乐圈的老艺术家也一起批判了吗？其实看到这样的舆情我也很高兴。今天就不吹不黑了，就说说赵今麦这几天做的这些事情吧。说说他的小麦色肌肤是怎么回事，再说说被网友们骂得狗血淋头的那个老太爷。还有一个你最不想去想，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为什么你会因为他的素颜吊带而完全崩塌呢？不得不承认，在这段时间里，赵今麦在全网网友们的眼中做了一场很大的反差秀。在6月初的时候，上海miu miu艺术展刚刚开始举办的时候，赵今麦有什么样的存在感呢？绿色格子衬衣搭配灰色花朵短裙，连发丝也显得很高贵，一脸清冷御姐妆，笑得舒适自然，站住的时候也很有范儿。这就是书本上的新时代顶级美的样子。如果没看过她出现在法国南部的照片的话，你会认为她是专门为红地毯准备的人。但是很不幸，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她。在6月14号和15号这2天里，在南法的城市中，穿的是吊带裙，头发没有梳好，随便一披，戴了一顶草帽，脸被太阳晒得很通红了，肤色也变深了一些小麦色。重点是路透里她瘦得好像一阵风吹过就走了，锁骨可以养鱼了，肩膀上长出来的东西也让人觉得不舒服。这样的极端反差一击即中，在网友们的眼里立刻就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应激反应来。很多人在评论区说，原来赵今麦的冷白皮都是假的，是用粉底遮住的。好的，在她参加各种高规格会议的时候，让她成为仙女一样的存在。在她的日常生活当中，又要求她一直保持着完美的状态。那么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个24小时都不用上班，只负责化妆打扮的人呢？自己夏天出去转一遭都会被晒黑一层半了，凭什么希望一位在南部法国度假，年仅24岁的女孩子，为了不让你的那个白嫩娇小形象受损而穿着羽绒服戴着遮阳帽去购物呢？没有了队伍在后面给她打掩护，化妆师在一旁为她整理仪容的样子之后，只穿了一条小吊带去逛画展。所以我说这是人的样子，并不是丢脸的事情。所以真正稀缺的是真实的流量，并不是数量多的流量。老人是哪个网络上的人，在这里把小事闹得很大呢？最有趣的一个分支是有关于抱肩膀老人的讨论。文中说他在一条小巷里的画摊前遇见了一位当地的画家，并且和他聊得很愉快。在要拍合照的时候，老人不自觉地把双手放在了赵今麦肩头上面。就那么一次普通的交往行为，麦麦并没有在意这件事儿。在见到好的作品之后，就乐开了花一样的笑了起来，并且非常高兴。但是有些只关心男女关系的粉丝网友们怎么看呢？很黏腻，这就是偷懒吧？老者快走开！赵今麦为什么没有警觉性呢？你的胸怀是不是很大啊？我真的笑了。请看清楚这个事实，那位一辈子都在街头画画的老艺术家，并不是你们娱乐圈里的一些小红书、小黄书之类的所谓普通男人。对方知道对面这位中国的女孩是miu miu代言人的事实，
并且掌握着很多高端资源，在圈内属于一线女星。在她的印象中，她是位热爱绘画的人，这其实就是一个老艺术家对于晚辈的一种关爱与认可，在这里却被曲解为一种职场上的性骚扰行为。如果一定要用到高敏化了的二极管思维，那么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找到被你举报不尽的刺客。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粉丝们对于赵今麦的一切物化的潜在意识也显露出来了。你认为他的每一个地方都成了商品，接近就等于碰瓷。其实赵今麦真实的感受是，他不介意。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因为在那一天在南法的时候，并没有把自我当成是明星来对待，所以他是普通的人。第三部分揭开娱乐圈的秘密，我们想要的是完美无瑕的明星，还是真实的人呢？赵今麦这个女孩子很厉害你认为她不知道网友们喜欢什么呢？她太懂了。内娱偏爱白又瘦，冷白皮，温顺乖巧，人淡如菊。她偏不。拍摄电影时有难民的感觉也可以接受，在活动中被抹得很光滑。很亮的脸庞也能稳住场面，但是下班之后就会把这张虚假的脸丢弃掉，自己则变成了一副黝黑的样子，在南方法国的大街小巷里自由自在地游走着。这就是对于不正常审美的最好的一种反叛方式。其实你知道吗？赵今麦和缪缪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捆绑在一起了。2026年初或马年的春节短视频中，在杭州的公望美术馆寻找白马的时候，与刘柏辛一起出现的那种放松的感觉，和他在南法遇到时的样子一模一样。只是一个是穿着缪缪的人，另一个是穿着吊带的人。之前刚刚宣布过，首代系列广告大片的话，由 Steven Meisel 担任摄影师拍摄的那一款也很好看。他在冷白皮滤镜中可以得心应手，在真实的生活中也可以露出健康的颜色，这就是他的最大的魅力所在——矛盾性。其实，在高端活动中出现的那个冷白皮并不是故意打扮出来的，而是他的职业素质，对他所代表的品牌的一种尊敬态度，并且也配得上为缪缪以及娇兰付出的所有代言费用。而南法素颜的目的并不是树立个人形象，这是给自己的一个喘息的机会。一位24岁的人，在工作的时候是大明星，下班之后就变成了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做职业转换，并不等于别人就不能。那么赵今麦到底是不是在意你喜欢他皮肤颜色这件事呢？咱们把话说透。打开赵今麦与南法吉娜的照片，在照片中可以看到长长的头发、深刻的轮廓以及被阳光照射出的一层蜜糖般的光晕。如果一定要说她在冷白皮的时候更漂亮一些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参与这次南法文艺复兴了。同样是在阳光下的一面是穿白色裙子站在海边的人，在海风吹拂之下就变成了楚门世界里的那个想要见到对面世界的女孩。前2天还有一条路透称，人比屏幕上的更美一些，小脸蛋很小很瘦，但是只要稍微看一下就会觉得很好看，从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美丽的地方。如果真的在乎你的目光的话，完全可以不用晒黑，不穿吊带，也不笑得很张扬，把所有的缺点都展示给对方看，并且很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是赛博美女的时代里，坦荡就是顶级奢侈品牌所追求并且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一种内在品质。不要总是追问为什么赵今麦能够获得那么多顶级奢侈品牌的代言，在她的身上你看不到因为流量、资本而产生的疲倦与迎合。她的心愿并不是表现在脸上的，而是在心里深深地埋藏起来。缪缪的几位品牌代言人刘柏辛、刘浩存和李庚希都是 INFP 型人格。
在这样的圈子里，本来就不需要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完美娃娃，而应该要有血有肉的灵魂。他大约在2020年开始和缪缪合作，经过几年的合作之后，并不是品牌选择他，而是在相互挑选的过程中形成的默契。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麦色肌肤的攻击力要比苍白假肤大得多。双引号，麦色皮肤及小麦一样的肤色，在这里指的是健康的、富有活力的颜色，而惨白假皮则是指不自然的人工制造出来的颜色。写在最后，因此不必为赵今麦担心了。所以他穿了吊带，并不因此就失去了作为偶像的价值，而且老人也并没有因此就占到了他的便宜。而这个拥抱的动作，在他的南方之旅里就是最暖人心意的一个环节了。被这样的事情所触动的人有两种，一是内心深处认为人应该有高低之分的人，二是没有出国旅行经验，只依靠国内娱乐圈来维持生活的人。其实啊，你不喜欢他的小麦色也可以，不喜欢那双艺术双手也没关系，和赵今麦个人没有关系。他依然在拍摄电影，接受广告代言，并且没有因为放假而停止工作。那么我们自己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在手机上不停地打字，并且还要用美图秀生来一件美白皮肤。那么你认为赵今麦是因为过于放松而忘记了自己是一名演员，还是因为活得太过明白，所以才没有在意呢？在评论区里说一下吧。你觉得被别人抱肩膀这个动作好不好啊？